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情感疗愈团的老师们。Hello，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文静儿，让我们一起科学发展，勇敢恋爱。大家好，我是于波红，恪守最初的承诺，维系最终的爱情。大家好，我是新唐米娜，愿大家相爱容易，相处不难。大家好，我是雷鸣。婚姻里有幸福就一定有委屈，什么事儿都是正反两面。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曲伟。相遇美，相爱甜，让相守不再难。欢迎老师们的到来。那么现在有请今天的嘉宾。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杜先生61岁，来自武汉退休；程女士58岁，来自武汉退休。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很多事情和我的想法不一样。他太自私了，只顾自己享受。他对家庭付出的多，但他不理解我。他是一个好儿子、好弟弟，但不是一个好丈夫。二位都是已经退休了哈。是的，按说现在应该是退休之后生活甜甜蜜蜜，更多时间厮守啊，为什么会来到我们舞台上呢？但是我们有很多纠结的事情，所以希望能在这里能够得到疏导。您展开说说。我曾经是国企的，然后呢，我下海了，这个铁饭碗变成了泥饭碗。那么我妻子呢？他一直对这个事耿耿于怀，这么多年嘛，一直在纠结，也在追责吧。那是您下海到退休中间是有多长时间呢？我94年下海的，我在国企工作了10年。哦，所以他的耿耿于怀都有这么长时间。对。他具体都是怎么表现的呢？比方说，一直在埋怨了，就是说我过去不应该离开国有企业。你离开那个企业是为什么？你自己不想一想吗？因为我们都是一起的嘛，工资和奖金我都知道。去私企，他的工资我就不知道了嘛，他就可以有那个经济就是自己掌管的嘛，他就可以贴补他的母亲和他的姐姐，因为当时他的姐姐下岗了嘛，母亲就是有点就说水就是厚的往薄的地方赶一点嘛。其实他如果当时跟我说一下，我还可以理解，背着我给我就是很生气，总把我当成是坏女人似的。所以您介意的不是他打破了这个铁饭碗，而是我也介意，因为我当时选择他，就是因为选择铁饭碗，我不求什么，我只求一生平安，就是有饭吃就够了，我不想大富大贵的。他没有征求你意见吗？征求我意见，我不同意，他就自己离职了。那他辞职之后去了私企，从此赚的钱不再告诉您了，也不拿回家了。他拿回家我根本都不看，我根本都瞧不起他那私企的钱。哈，刚刚您讲的是原来在铁饭碗那儿每个月发多少，我知道。他辞职是为了有更多的钱照顾他的父母和姐姐，但现在您又说他到了私企了以后，给您的钱您都不要，因为我不喜欢他下海呀。国企的那个钱呐，我觉得那是靠得住的啊。你到那个私企那里去，那个钱不一定这个月有，下个月没有怎么办？那为啥不拿住他这个月有的呢？我不稀罕他那点钱。当时吧，我父母是跟我们住一块儿的，还有我姐。他说的我就是为了他们才辞职的，实际上不是这样的。86年的时候，我去自学高考，参加那个成人考试，拿文凭，我就是想飞得更高一点。我在国企那份工作呢，一天可能要工作10到12个小时，昼夜不停，3班倒。我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一个状态，我就到了一个高科技企业去飞实现我的梦想。那么我妻子呢，一直就是觉得那个不合适，会下岗，会失业，不稳定，不如国企。那么我拿回来的钱呢，比过去要多5到10倍。哇！他看都不看。有一段时间我们争吵最多的时候呢，我就给的非常少了。所以他讲的并不是事实，你每个月是把钱拿回家了，也并没有说都贴给了自己的父母和姐姐。我贴给我父母是这样的，因为我是驻外，就是驻外省，比方东三省江浙沪这种派出去工作。我回来的时候呢，因为我母亲是全职在照顾我们这一家，就是有7口人，我姐、孩子我父母，在我们一家3口，一共有7个人。
我回来以后呢，我觉得改善一下生活，我也挣到钱了，然后大家开开心心吃点喝点，然后给我父母给点钱，因为我回来我也得交伙食费呀，我回来住一段时间，还有电话呀，我回来我们家过去有个座机电话，他们都舍不得打，就是那个主要交座机费就行了。那我回来有时候在家办公，我得用那个电话，那一打都是长途，那么产生一些费用，所以我给我妈也给一点钱吧，她就认为不合适，她就问我偷摸给我妈钱了。他应该跟我说呀，他什么都不跟我说，背着我给，什么都隐瞒我。那我如果告诉他说，哎呀，打你妈妈一个电话还要付钱，这不像一家人，吃你妈妈一口饭你还得付钱。这是你自己的想法。我这儿听明白了，就是当初您从国企去私企求职的时候，您和您妻子跟您的妈妈跟您的姐姐是住一块儿的，对吗？对。您只提了姐姐，没提姐夫。姐夫不来，也就是说，您的姐姐带着她的孩子，跟您夫妻俩还有您的母亲在一起住。对，大家明白了，为什么我老公的钱得给妈？我老公有姐夫的，他连来都不来。我老公挣的钱多了，就得贴姐姐，就得贴妈。这里面还有一个家庭结构问题。关键问题。老妈还在照顾他一家3口，付点工资也应该啊，另外孝顺也应该啊。这个事儿也是我很好奇的，咱这位姐姐，当时您的丈夫在外地工作，您是跟他的父母家人在一起住。如果您觉得不好，您为什么自己不搬出来，不带着自己的小家庭一起住呢？我是要搬的，但是呢，他觉得我一个人带着小孩，怕对小孩不好，他就有。他妈可以照顾我们，所以我的气都一直憋在心里。他妈妈是对女儿好的，不会对我把我当女儿的。经过比较之后，心里更难受了。是的，就是因为这个样，我很难受。但是和母亲一起住，这是他在国企上班的时候也这样的。有这样，是这样的。所以，跟妈妈一起住不应该成为你们的矛盾，因为在国企也一起住，私企也一起住。国企的时候，他不给妈妈钱吗？我给。就说什么事我们都可以商量给，但是他就后来就是因为姐姐就是单位下岗了嘛，就聚在家里嘛，他就把工作辞了。是这样，我解释一下，我姐住我家呢，是因为孩子想，那个学校小学比较好。我妻子的意思就是说呢，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就不应该住在这里了，在这里蹭了这个地方啊，影响咱们孩子。咱们的房子2室1厅7口人，共一个卫生间不方便。我们把这一件事儿先放在这儿，再听听还有啥矛盾。他很自私啊，什么都穿最好的，他的衣服是今年买的，明年就不会再穿了，用最好的，看病就要看最好的医院。他还怪我什么都节省，这不好那不好的。说我自己有钱不用，因为我就把那个钱呢都存了就说因为有小孩嘛，我的确是很节俭，我说实话的。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我的岗位是经营管理岗位，如果我们穿得很差，我们客户不信任我们，所以说我会每年会买一些衣服更新，他特别看不惯这一点。你去年买的衣服，你今年可以继续穿呐。为什么要每年买呢？已经听出来了，二位呢在消费观念上有很大的区别。那我想问一下，咱存了这么多年钱，应该现在很富有了吧？是的，房子、车子我们家都有了。那很好啊，如果不是老婆省，从哪来的这么多房子、车子呢？那还有老公不赚的话，也来不了房子、车子。也有道理。我也可以啊，我国企工资也可以啊。所以您买房子、买车子都是用自己挣的钱，没有找丈夫要1分吗？以他的钱给我了，后来还是拿了。没志气。再问您一下，您的这个买房买车的钱，老公出资多少？我一般是把工资的80%给他，20%我自己花，他就认为这个20%也要受他控制。为什么？因为他的钱20%他都用到自己身上去了。他这我们30几年，他没跟我用过1分钱，没买1朵花，没有买1衬纱。注意啊，我听出一个矛盾了，你给自己天天买好衣服，对吧？对。你对自己吃穿那么在意，你给我都没买过1件衣服。在有些妻子那里是你80%的工资给我应该的，然后你还得用那20%给我买衣服，那叫你给我买的。
这才对，是不是？程女士，是的，是的，明白了吧？就是这是这个意思。好多妻子是这种期待。因为他的80%是用来家庭，对，是用来家庭，而且这个家钱我根本都没用，我是存在，我没用我身上1分钱，包括我自己的钱我都没用。哎，姐姐哈，那您有用自己的钱给老公买过礼物吗？没有。为啥呢？因为他自己会买，他本来的自私，享受生活。回答的好，回答的好，他自己会买，对不对？那同样的问题又拽给您了，您自己不会买花吗？我舍不得啊，我觉得有衣服穿就可以啦。您这么多年真的没有给他买过花啊，买过衣服吗？直接要衣服我买过，我在大年的时候给他买了一套那个很好的皮衣服。他后来穿的又小了，因为发胖了嘛。你看买了也穿吧，就是这个你得给我买去。对，得买。哎，买过。那么有的时候呢，我工作太忙了，确实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给他那个逛街呀。如果单独给他买，我就不太知道他喜欢什么样的款式。必须要一起去。但有时候一起去，他三班倒嘛。三班倒的话呢，我们就没什么时间上街。没时间是找借口。好，那你有认可和表扬过妻子吗？比如她存钱买了房子、车子，你有表扬过她吗？这块我是放在心里面的，但是呢，我更多的是认为他是过于的节俭。我们出去，他不让坐地铁，他一定要坐公交。他说公交咱俩出去就能省个一来一回能省5、6块呢。我们家厨房啊，堵那个下水道堵着呢，他就不去修这个下水道，他是修这个要挺多钱的。不是我不修，我是想了小孩马上要成家了。我已经修过了，修过又抖。我就是说，就是水，我就干那废水利用嘛，就是冲到马桶洗菜的水的到马桶里，他就说我。他每次都说那个做一顿饭下来累得不得了。我说你这个来回跑得有500米。勤俭节约，他还烦我。过多的节俭太累了，活得太累了。比方说，我喜欢旅游，我的目标呢是走遍中国，我现在实现了80%了吧，我还有几个地方没去，新疆啊。青海啊，内蒙大部分地方都还没去，我还有一个愿望，都根本都不敢说啊。说，我还想环游世界。就是自私嘛，就是自私嘛。我说至少也得去20%或者10%的国家。但问题是你带不带他去？我不会跟他去的。国内他都不去，我都不会跟他去的。他说要花钱，他不去，他说要去你自己去吧。他本来就是一个享受生活的人嘛，我肯定跟他过不好的。你们2个在生活里头，究竟谁批评谁更多？我批评他更多。我说你总是那个存钱嘛，就是好像一个数字，你把幸福、把所有的浪漫都存到银行里去了。咱们这个过日子应该就说，现实一点。咱们趁在自己还能走得动的时候，咱们在大好河山去看一看，玩一玩，认知提高一点。我们看5000年的文化。我们看河姆渡文化、看了之后你仰韶文化、红山文化，你知道吗？你那个以后要我们仰望星空，到名人家去拜访，跟古人对话，咱们心里得到了精神上的这个愉悦我不是说这就不是属于什么贪图享受，怎么不是贪图享受的？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的需求。你在家里不是什么都不用那个吗？在家看电视就行了，看那个旅游节目就行了，对吧？不要在家里，我说在家里，我说你这一点我非常支持你。丈夫在量力而行、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退休了，带着老伴一起去看祖国的大好河山，看看红山文化、良渚文化，没有错。我没有那个心情呐。不是，刚才这番对话真的是，丈夫在跟妻子说的是红山文化、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的同时，妻子跟丈夫说的是那些钱存在银行里，为什么不能生利息？我的天哪！刚才这个对话是同时发生的。对，我觉得把这些东西、这些我们美好的东西都存到银行了，它只是一个数据。那么我妻子她非常欣赏这个数据的增大。您别这样啊！我丝毫没有否定您妻子的意思，这就是2个人站在各自迥然不同的价值观上在进行对话，就是谁都不愿意听对方。我想再问您一下，当您没有带自个儿的老婆去环游中国的时候，您都是跟谁去环游的？我主要是自己，因为有时候是要出差的，这个机会会比较多。那么呢，我就去看一下。比方说，我这次来天津，我昨天就带他去了那个晋源，去了张学良那个旧居，还有那个张爱玲，他看的也挺高兴嘛。我说你看婉容就住这个房子，住2楼文秀住1楼，为什么住1楼呢？
文秀地位低嘛，婉容卫秀，你就要知道这些东西，知道吧？他为什么高兴？因为这一次是节目组出钱的，免费。那假如他用那20%邀请您跟他一起环游中国，看看世界，您会去吗？我还是要考虑一下，因为我放不下我的小孩。您的小孩现在多少岁了？30多岁了，34岁了。34岁的小孩儿，那应该是也没有媳妇儿管他喽？没有，就是没有成家嘛，还。那您的孩子跟您还是跟他的父亲更有共同语言？跟我更有语言，可能我们2个人可能在一个频道上沟通一下。那为什么没有跟自己的儿子商量？比如你们的妈妈节俭这么一辈子了，我们一起策划一个活动，一家3口一起去。您老婆好像什么都听儿子的。这个可能不太可能，因为他自己就不太喜欢去旅游这些东西，也是一个宅男吧。儿子也不懂。也比较宅。明白了。那今天是谁要求来到我们这儿的？是我。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积压了很多年了，我关注这个节目也挺多了，希望听各位老师给我们一点这个指导。您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帮助呢？比如说，我想环游世界，希望老婆支持。对，这太对了，你说了我心里去了。那大姐今天来电视台的目的是什么？我就觉得他也不能太自私了，对我的爱太少了，只想到自己。不是，咱们别反着说。你看啊，我跟一个人说话，我2个选择。第一个，我指责他，我指责了半天，他也不知道该干嘛。第二个，我要求他，你需要做什么，你需要做什么，我一项一项说出来。这是2种对话方式。您能不能跟自己的丈夫直接要求他，你要做什么？我就是说，要他跟我一样勤俭持家，不要到处玩，就留下来陪我，跟我坐公交车，不要花钱，少花钱嘛。阿姨，我就跟您说啊，就是我作为年轻人，说几点不成熟的看法，就是如果您这个样子不做出任何改变的话，你儿子找不着女朋友的，因为没有女孩愿意到你们家去啊。那如果我找一个男朋友，他妈妈是这样的，我真的好害怕去你们家。我好怕在你们家多用了你们几度的电，我多洒了几杯的水，这个真的很恐怖啊！我觉得您稍微有一点点的霸道，就是这个大叔他也是赚了钱为这个家庭做了贡献的。每个人都有自己人生最想完成的梦想，他已经卑微到他有梦想不敢说了，他只是想出去走走，想出去走走是个非常合理的诉求。您不想出去走，不代表别人不想出去走。你应该尊重你们家的每一个人，而且尤其是您的丈夫。如果您的丈夫没有一个体面的老年生活，你的儿子绝对不敢结婚。他的爸爸就是他最好的映照。所以您现在开始让他觉得说，就觉得你突然有一些改变，然后他的爸爸也可以去做自己了，也可以开开心心的去过养老生活了。人家就是想买2件衣服，没有什么问题。他有他的社交人群，他的全世界不是只能回家面对您一个人。另外，这一位妻子，你自己感到很委屈，你这一辈子勤俭，这没错。勤俭为了什么？也是为了这一个小家能够更加的幸福。但是你错在勤俭抠节俭，存起来的钱考虑的不是夫妻2个人的生活，一切为了儿子，一切就是为了孩子所谓的幸福。做父母的，我们也有自己的生活，我们也要享受品质和美好啊。尤其是退休了以后，自己钱自己不花，给谁花呢？另外，你有一点一定要记住了，退休以后生活它会变得更加的乏味，更加的枯燥。如果夫妻之间没有共同语言，没有共同爱好，没有共同向往，没有共同追求，你们2个人会渐行渐远的，甚至会离婚的，你知不知道？所以丈夫的这个诉求没错，量力而行的前提下和你一起去。我认为以前哪怕你委屈，你也有点耿耿于怀，2个人去旅行了，一切都化解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立场坚定地支持丈夫。他对自己的退休生活的规划没有错，但前提是必须带着妻子一起去，否则宁愿离婚。我问一下咱们这个杜大哥，程大姐最想去哪儿玩？
实际上，哎，我他好像没猜就是这样。有。我猜就是这样。大家都在说程大姐，我得跟您聊件事儿。你对程大姐相当的怠慢，儿子都30多了，一辈子不知道程大姐想穿什么衣服。儿子30多了，自己都去了，除了新疆哪儿都去了，不知道自己老婆想去哪儿玩儿。他说不去，真不去啊？这个我感觉到，可能他你对妻子的怠慢，可能有道理，但是道理分怎么讲。不管你妻子要不要，不管你妻子嘴上多么的节俭，你这么多年给她买衣服，问了半天就买过一件皮衣。你们结婚多少年了？34年。34年了，你给她买了一件皮衣，我的天哪！我带她买衣服的时候呢，我看中了，她不要，她嫌贵。哎，我就非买。我买了之后，看你要不要。我买了之后放你手里，老婆我爱你。你要是非不要，垃圾桶在那儿，你觉得他会扔垃圾桶吗？这次到天津来吧，就带她去买衣服了。480的那个羊毛衫，我觉得挺合适她，她穿的也爱不释手。我说拿下了吧，还有一个裙子一配也挺合适。她说这一下1000多，不行，不要。我要是你出坚决不要去就买，我要是你出去就买，扭头就塞他手里。有本事垃圾桶在那儿，你扔了。行，亲老公买的，好，你喜欢的，你不是觉得贵吗？我买了，你可以先骂我一遍再扔了，你看他扔不扔？好，我接受老师这个意见。这不就是夫妻吗？对。其实说实话，是的，有些东西是我舍不得，但是他如果买了，我肯定会接受的。就是嘛。而且啊，程大姐，我跟你说啊，你别信什么别人家丈夫啊对妻子多体贴多体贴，这话你一听就得。要对自己的丈夫带有积极评价。我可以告诉你啊，我认识一位著名画家，根本不用每个月自己留20%私房钱，自己一只手随手画幅画就是钱。他年年去西藏青藏线自驾呀，每次自驾玩的可开心了。我看他那朋友圈，我天天看，他没有一次带老婆。不，你这个必须听我解释。我到青藏线不带自己的妻子，因为那里有风险。但是每次出国必定带妻子。所以啊，大姐，咱们别那么苛刻，对自己宽容，对别人宽容。程大姐，我跟您讲件事儿，您存银行里那钱是您的吗？是您的吗？是我的。错了，钱花出去才是自己的。钱如果不流通，就是印刷品。你留给谁呀？你留给儿子呀？我想了以后，就是我们如果病了、老了要钱，请保姆没有人管我们，都要用钱的。我是这足够，您放心，足够。大姐，我问你一件事儿，买房是最大的花费吧？给孩子，什么时候买的呀？买了3年。如果现在买的话，会不会省很多钱？是的。哦，那您辛辛苦苦1分1毛的去省了吗？没省。为什么那会儿要买？为什么不去权衡一下现在一些形势？因为您的眼界不够，您就盯着自己能拿到的。我一定要在国企，你也在国企，挣多挣少，我不关注，我就关注我踏实我安全。但是您的观点很多是错误的，省的那个钱，可能抵不住您一次错误的判断。但为什么不去请教一下老公？他见识多哟，他到处跑啊，他的意见您不听啊，您只觉得我守住我有的钱就够了，但可是您做了很多的错误的选择，反而浪费了很多钱。去医院，去大的医院，有错吗？你说我要留这钱，未来老了我们病了我们花。可是如果您现在不从一开始关注自己的健康，非得等病来的时候，您那点钱够吗？所以您的观点未必对，您得听老公的话。老公，您也不是全对，您太坚持自己的观点以及理念，您觉得说服不了他，我就自己玩去。可是您俩之间的距离是越来越远，没有交流，您缺失了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爱，就是情感。所以有时候不要怕有对抗的矛盾，
我们就像刚才小雷儿说的，就去给老婆买一件贵的衣服，虽然他可能心里心疼，但是穿在身上那种感觉，慢慢去影响他，这就会变化哟。接下来去旅游，老婆不是不想旅游，对吧？我们没必要去特别贵的地儿，只要两个人在一起，走出家门，去你去过的地儿，你当一个向导，开启老婆的一个新的世界。现在不晚，正是好时机。刚刚咱姐姐说，等到老了以后请保姆没钱了，怕，对吧？但是事实上，以您的这个生活习惯，没人愿意到你家做保姆的，所以这就跟吉儿刚刚说您是一样的。别说了，保姆都不愿意来你们家来伺候您，就别说儿媳妇儿上门了。但是您这么多年来之所以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就是没苦硬吃到开始有点极端了，是因为你的丈夫。你的丈夫纵容和打造的，可能您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刚刚自己讲的，他说我妈妈也是个勤俭节约的人，而您呢又住在这样的一个大家庭里头，想在一个勤俭持家的大家庭里头拥有话语权，唯一的办法就是我比制定勤俭持家的老太太更勤俭持家，我才能在这个家里说的算。在他自己尝到了勤俭持家的红利，这个红利是精神红利，也还有经济红利。他尝到了这一些甜头之后，他才会让自己变成这样。但他内心里头好多的渴求是不敢说的，他不好意思说。他内心里头，你比如说，今天我要是他，我穿了这么一身漂亮的衣服，今天精致优雅的站在这里，你要问我，我可能会让老公，你看我缺个什么？我缺个镯子，你不是应该给我买条项链或者买个镯子吗？这样的话，我不是看起来更好看，显得这么素吗？我真给他买了。哟，对，可以带的。程大姐，您要是觉得不喜欢，您给我，我替您扔。给我也行，我也缺个不要镯子。把手伸出来，我们看美不美？你看多漂亮！哎呦，不是大哥呀，您这个时候这一动作完全堵住了我想批评您的嘴。如果在过去的日子里头哈，您能多做几次，哪怕是2年来1次，你老婆可能早就觉得您爱她。我就这么做。看在手镯的事儿上，我就不说您了，咱再说说老婆，因为这位姐姐，您现在最大的麻烦将会是你的儿子。您的儿子看到了你是怎么对丈夫的，也看到了你是怎么对他的，所以不结婚，我妈给我全世界；结了婚，我的工资全得给老婆，对吧？所以他为什么要结婚呢？您必须得去反思一下这个。然后眼下您给儿子太多的爱和享受，然后剥夺了丈夫和自己生活里头可以拥有的爱和享受，这就使自己的日子过得惨淡无光。赶快跟老公一起出去玩，出去旅行，然后让儿子过自己的生活。实在不行，可以把儿子踢到他自己已经买好的那个房子里，让他自己住，这样他才能呼朋唤友，他才能自己去开始什么做饭啊，承担一些家务劳作啊，然后也才有了单独和女孩约会和独处的可能性。好，好嘞，那您2位先休息一下。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张先生51岁，来自河南个体；宋女士49岁，来自河南工程师。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感情问题呢？他爱面子，大男子主义，不尊重我。他认为我什么事情都不和他商量，觉得就是商量不通。我希望他尊重我，能顾及我的感受。他总是说我有问题。来节目组就是看一下我是不是真的有问题。您2位好，那您2位是有矛盾吗？矛盾可多了，因为看着都笑眯眯的，很开心的样子。我们矛盾其实生活当中经常就是发生有摩擦、有矛盾、吵架，就是发展到吵架，甚至有过打架的情况。那咱展开说说。就是这首先呢，就是个早上做饭的问题啊。我们有个孩子今年上大2了，前几年就是上高中、初中的时候，晚上就是辅导作业嘛。辅导作业基本上都是我辅导的，就是早上做饭嘛，我就希望我老公早上起来做饭。因为我晚上要辅导作业，有时候辅导到12点，有时候1点、1、2点都有过，特别是高中那个时间特别辛苦，我就希望他早上起来做饭，因为他是个个体工商户，这个时间比较自由。我是上班的，每天上班从早上到晚，晚上5、6点下班了。做生意时间不是宽松一点，就是想着说我辅导孩子了，希望他早上起来做个饭。你催了他起来，不催
就在床上揉。为啥早上起不来？抽烟喝酒，跟朋友一起出去喝酒。晚上我跟你说，之前就是年轻的时候喝酒，那个时间喝得晚了，有时候我回去我把门反锁着了，我都不让他回去了。这几年我说年龄大了再喝酒，我说我都不管你了，喝死算了。我有时候我都想着喝死到外面我都不想管。没那么严重。咋没那么严重？咋没那么多严重？你现在12点回去过，1、2点回去过没有？现在有时候回去，第二天早上，第二天早上晚上11点了，12点我睡觉了，床上没见人，早上起来了，看在床上睡着，不做饭，还晚上熬夜，还有抽烟喝酒。我们闺女都说，我爸这生活习惯太差了，他要这样的生活习惯，他老了生病了，这不都是我的负担，是不是？不会。所以他的身体已经被他糟蹋的不行了吗？去年住了1次院，住了院出来之后，这个肠胃上有问题，医生都说不能再喝酒了。再喝酒刺激这个胃之后，刺激这个肠子之后，你还要动手术，还要住院。结果呢，回来没几天就又喝了，大概有3次吧。去年5一左右又喝了3场酒，喝的又去住院了，又动了个手术。我那个时间我都真的就不想去伺候他。这一阵儿喝了吗？这一阵还喝啊，就是晚上我都说不管他了，我就说有时候我就心里想，我说喝死算了。有时候回去睡了，我们早上现在我不管他了，晚上回去到啥时候了？早上起来了，卫生间里他住那个房间里都是酒气，卫生间我闻着都是难闻的。问一下丈夫，你一顿喝多少酒啊？也不多，是半斤以内。白酒半斤啊？啊，白酒以前不止半斤，以前喝过6、7两、7、8两。一天1顿。1周喝7天？没有，也不是。1周至少有个3、4次，只要有人喊他，吃着饭完往那一扔就去了。我都说过他好几次了，我说人家没人喊他，他不在家自己喝。不喝，在家不喝，就是经常有朋友喊，因为他这个年纪了，因为他的朋友嘛，你像做生意，他经常有朋友喊他，他这个时间比较自由。有些客户啊、朋友啊、同学啊。你说喊着出去，你经常不出去也不带劲。还有就是他有时候不回家了，或者带朋友回家了，我在家里做饭，他不提前跟我说这个饭不够吃咋办？他就是这种习惯，坏习惯。出去不说一声，回来带人回来也不说。你带人回来你不说，回来还得我伺候。对吧？我还得，因为他要陪客人吃喝茶吧。但你为什么如果说他带朋友回来吃饭不说，那你就扭头就走呗？那我觉得我也做不出来呀，咱扭头走了也不给人家面子，是不是？这个我妻子这个人还是有这个大局观的，有时间人家这都是细节，生活细节。那然后这都是对您的挑剔，您对老婆应该是相当满意吧？对老婆是非常满意。我们这是高中的同学，我们是自己谈恋爱的，我们自己谈恋爱结婚了。当时我就觉得他好多习惯我不知道，我都说过好多次，我都过不成了。还有这个大男子主义，爱面子。装修房子，你看，除了墙那个颜色，还有地板是我帮忙看的，然后剩下的都是他做主的。我出去出差了几天回来，电视墙给我做好了。做好了，我当时看到那个电视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我不是心疼钱，我就把这个墙我要给它砸掉了。那有多难看啊？因为跟我想象的差距太大了。对，就是这个墙。哎呀，你看简单不简单？太简单了，就是一个山水。他的审美观点呢，他的这个是跟我不一样的。第一是这个我不满，是因为你没有跟我商量，是不是？你跟我商量没有？你问没问过我要做这个墙？我跟你商量啥？跟你商量，你一看我知道你看不懂。但是你也得跟我说一下吧，是不是？是不是？一句也没有问，我回来就做好了。这种不在乎妻子感受的事情还有什么？除了电视墙？还有啊，买车呀，我们家里面买车了啊。我们之前是一个面包车，后来就是家庭条件好一点了，想换这个车了。换车的时候，我说呀，就是因为我回娘家嘛，我觉得作为我一个女的，我说买一个小一点的车，她买一个大的车，我就觉得我就是个7、8万我就满足了啊。因为我回娘家老是因为这个我们也生气，因为她不主动，有时候喊她了她也不去，要么去了磨磨蹭蹭的，还说些发些牢骚，去了拿东西了也说我拿东西多了，要跟这个比跟那个比。我就是生一个妈妈还在，我父亲不在了。他说你给他钱他也不会花，你不如给他买点东西。有时候跟他一起不是这些矛盾嘛，我就说自己买个车，我想回了我就回了，不用喊他了。买了吗？就是买车的时候我说明天去买车吧，他说车已经买回来了，在院子里面停着，咱们去看看。结果到院里他都说只说这个车，他说这个车就是我刚买的，你看看。我一看那么大一个车，那都不适合女的开。因为他的标准就是说10万呢，10几万的车。但是这个车是给谁开的？
我开的点上了，可能多问到点上了，问问他车是给谁开的。车我开的可能多一点。他就是因为他开的多的，所以他要买个他满意的。您胆子大的，如果换了我，借我一个胆我都不敢。这肯定带着妻子一起不知道哪来的胆子，我也不知道谁给的胆子。就是他的胆子从哪儿来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钱从哪儿来的。钱我自己的嘛。你不交给老婆管钱？不，我们两个因为他是上班的。一会儿还说到钱上，我还说到这个钱上。上班的，我是自己做生意。娘家从来没掏过钱，我掏钱了还不愿意。这都是刚才说的这个回娘家，我们买车为啥我们要分开买个车？不是不愿意，也不是说我没有孝心。你就是不满意，你就在这爱面子，你就不想叫说你，就是给钱了不愿意。我跟你说，为这个回娘家这个事，我们也吵了好多次。有一次在车上，我差一点都打起来了。你等一下，我给你解释一下啊。你不用解释，我跟你说，你就是这样的心理。我想听听他的解释。我就是想曝光，这次我就借这个机会，借这个平台曝光这个机会。好，来。年纪大了嘛，我们想着我自己的想法是啥了？就是他喜欢什么，你像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呀。他胃都不好了，你让他吃啥？您让他说完。岁数大了，你说能吃点大东西？多买点东西，哎，这还有了买东西，宋女士，你让他说完。宋女士，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告诉你，我要是你老公，我晚上也出去喝酒去。那你再看看他身体情况。不，身体情况再不好，外头我能说话，我在家。我说一句完整的话都做不到，宋女士，您明白了吗？你让他讲完，让他讲完。就是他喜欢什么，你像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呀，都可以弄到位。但是你说给钱的话，他自己也花不了。您直接说实话嘛。当您老婆要拿钱的时候，你有说老婆我去买点吃的，你给妈送过去，不给钱了，你有说过吗？买东西的话，我从来没有说买。你主动过没有？您为什么没有给岳母家买过一个礼物，送过一样东西呢？不是主动不主动，反正有些事情可能我经常忙着，我想不到，是吧？不是想不到，你一点拨到之后，你需要买什么，我立马都去买。这用说了，你想到了，是不是？您每个月为什么不给妻子交一部分生活费呢？这一点吧，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常年这20多年了，这个习惯，因为您这习惯对吗？是有不妥的地方。哎，那您住院的时候，这钱谁掏啊？这费用都我自己。那你老婆要是住院了，这钱得谁掏啊？这还用考虑？您岳母生病的时候，你能掏吗？也没掏过，肯定没掏过。在他的心目中，我就说我上班嘛，我有收入，他就是觉得我有收入，我有钱。他是不用。当您的丈夫买下20多万的车的时候，你有没有问过他，这钱是借的还是你存的？没有，这是我自己的，我自己买的。你们家装修谁出钱啊？装修是他出的多，我也出了。包括买房子，买了几套房子，基本上那大钱都是我出的。钱他都自己掌管，他会给您送礼物吗？没有，这个也跟大姐说的一样，没有。除了结婚谈恋爱之前买过衣服，后来就是买过袜子，别的没有了。我昨天还说他，我连一个别说金疙瘩了，贴石头疙瘩、铁疙瘩都没有见过。那咱们各个方面交代一下，咱还有多少钱吗？这个不太方便。因为我为什么要这样问呢？因为您身体不好，您身体不好，自己又没有好的生活习惯，您就让老婆有一个担忧。这个担忧是：第一，她还能不能挣钱？他挣到的钱够不够裹住他的医疗费？我得为他贴多少？对呀，他是个体户呀，他老了有没有退休金呢？你说是不是？妻子，你知道老公现在还有多少钱吗？不知道，我也自己有收入呀，我花钱干啥？您是怕他问您有多少钱吗？也不是，我也不问，他也不问。我们之间就是说长期这个就20多年了，一直这个习惯。你们是邻居还是夫妻？我们现在那一天我都说我们就是过的就是搭档邻居。刚才他语言细节说了，他住的那个房间有卫生间，里头吐得一塌糊涂，俩人现在分房睡了。对，现在就是这种情况。早就分房了是吧？就是从他去年动了手术吧。为什么分房？因为他动了手术之后，他还喝酒，喝夜晚生活习惯不好，为啥不让他抽烟？抽烟之后他吐痰呐、咳嗽啊。您的意思就是说我就不看了，我管不了，我不看了。对呀，我就不管你了，你自己我有时候我都说了，喝死算了，我就是这种感觉。对。好，那么今天2位是谁要来的？我们孩子。
我们孩子，我们孩子说能我们孩报名子在大学，参加这个节目在上大学的。啊，说你们2个去参他加一下，说需要办帮我们这个我们之间的矛盾点暴露一下，这些细节啊，这些恩怨呐什么的，再捋一下，我们所以自己女儿都净化一下知道父母关系已经糟的不能再糟了。也不是说糟的不能太糟了，也就他就是感觉到我们之间有问题。那你们2位觉得有问题没有呢？我觉得有问题。那您期待的是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希望他就是说以后回娘家了，你不出钱不拿东西算了，你不要再说我拿的东西多了，拿的花钱多了，大男子主义也改一改，然后你的吸烟喝酒这些毛病你都改一改。因为这个年龄已经不允许你在这糟蹋身体了，你糟蹋的结果，我们闺女都说了，是给他闺女找负担找麻烦，也是给你妻子找负担找麻烦。你说你病了，别人谁来照顾你？人家谁能长期在这照顾你？我告诉您件事儿，上心照顾起来是麻烦的，要是不上心对付照顾他不麻烦。1个月1800块钱的事儿，找一个护工。然后还不是24小时那种，反正他那房间，他就算拉床上也臭不着您，咱们仁至义尽不就得了吗？哎，大哥，我问您这事儿，你想没想过？我身边发生的真事儿，我认识一人，也喝酒，喝酒之后啊，有一天突然之间晕过去了，因为喝酒导致这个脑血管有问题嘛，然后糟了，自己没把钱放哪儿告诉老婆，自己好几张存折。有2张存折，不是忘了密码啊，他是忘了那存折在哪银行了，忘了那存折搁哪儿了。那存折里，好家伙，您留神，您千万别跟老婆说，您千万好好喝。有一天咱喝出这个脑血管万一有问题，这都可预期，然后咱也忘了，咱也忘了，千万别跟老婆说。宋女士的诉求已经听懂了。那现在张先生，您觉得您的婚姻还有什么可调整的呢？我的诉求就是说，看看就是说我妻子经常说着我这个感情生活上我有问题，我就是说想看到底我是不是有问题。之前妻子在家经常跟您抱怨的这些，您都是不认的，对吗？那抽烟呐、喝酒啊这些习惯不好，这个我是认。好，大男子主义认不认？有那么一点吧。我不能说就是说100%的就承认我大男子主义。不关心老婆、不爱老婆，认不认？不关心不爱这得不认。那你老婆选的电视墙你不装，你老婆想要的车你不买，你老婆这么多年没收过礼物，你用什么表达爱？老婆生日哪天？老婆生日这我知道，是2月19。年年的有送礼物吗？没有。有做长寿面吗？有订生日蛋糕吗？有给她煎个荷包蛋吗？这个蛋糕之类的还有时间会有，但是我不能一次也没有过。你不要说瞎话。啥礼物了，啥都没有。一次也没有过。那今年就是孩子小的时候，孩子会逼着说，我妈过生日了，3、8节了，让他给他说让他给我买个东西，都是那小东西。那也不能说没有，是不是？那没有，那不是孩子提醒你，孩子我们闺女。不管怎么说，逼让你买，你不从来没有想。刚刚妻子说你们是高中同学谈恋爱在一起的您爱她什么？我妻子吧，这个聪明贤惠。那是结婚之前谈恋爱时候，包括后期，其实一直都这样。还有大局观，对，您还夸过他有大局观，聪明贤惠，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大局观怎么解？这不也不是说大局，在我们这个家庭当中，就给你面子。对，好多情况是给面子。前提，那这个潜台词就是说，知道你自己知道是不对的，但是人家顾全你的面子。对。那你怎么爱他的？哎呀，这生活细节方面，这一点我是照顾的，那不光是细节，那咱不说细节了，想不起来是吧？那在钱上为什么提防他呀？这个钱上的我的，反正他不知道。然后咱们再说家庭方面，你带个张3李4回家，他都得给你们做饭他亲妈，你给做过饭吗？经常回去你要买东西，这到家里没有做过。买东西也是老婆买。好，我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哈，咱这位哥哥，你愿意你女儿嫁一个像你这样的男人吗？可以，愿意。我可以这样说，因为我从这个内心深处，不光是不爱老婆呀，还有好多地方能看出来，脸皮挺厚。
作为这个男人来说，我对他虽然说没有那么多细节的表达吧，但是从内心是，确实一点外心都没有。你连他亲妈都不管，你作为一个男人，你对他还怎么着啊？而且你连钱都提防着他，你作为一男人，你还怎么着啊？没有爱心，这不是正常的吗？这就像一个你毛病一堆，唯独的就是还没有爱心。我要说的难听一点，可能没人要你啊。不是你没有爱心，是外头没人想接盘你啊。然后你把自己没人接盘、被人嫌弃，看成自己的一个优点，而且仅存的优点还要让女儿也选择吗？您自己好好想想我刚刚的那个问题。我们来看看哥哥姐姐们对他们2个人的看法，好不好？你应该尊重你的老婆，什么事情应该好好商量。钱，因为是你们是一家庭，钱应该给你老婆。大姐，我问一下，现在觉得自家老公给自己80%，是不是心里跟开了花一样？哎，对不起啊，我多问一句。是的，这比起来，我觉得我比我老公就对我好一点，我自己这感觉啊。宋女士，我觉得你的老公是一个坏人，他对妻子也不好，他对你的长辈也不好，反正我觉得他没有什么让我看来很明显的优点。就是大姐，你不要对他那么好，还说什么你去我的娘家，哎，你不掏钱也就算了，你不干活也就算了，你怎么样？他应该做，不能算了。你什么时候都算了，什么时候都算了，到现在为止，我跟你讲，他就跟你算了。还有，您到底做了多少贡献，你对别人有多好，那才是你的面子。面子和里子是要一致的，否则你所谓的面子只是你一个人自己脸上写了2个字面子，没有人给你面子。你们2个人根本不是喝酒抽烟的问题，而是婚姻危机的问题。首先，作为丈夫，你什么事情都不告诉妻子，不但是自己的财务状况不告诉妻子，另外带个朋友到家喝酒也不告诉妻子。作为妻子，你对这样的生活嘴上在埋怨，但行为上你根本没有抗争。你自己也养成了习惯，你不告诉我财产，不告诉我经济收入，那我也不告诉你。我反正有稳定工作，我也有收入。但问题是，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是婚姻生活吗？你们2个人这样的一种状况，我难以想象还能维系多久。现在2个人是分房睡，接下来可能就要分开走了。所以2个人如果想好好过，我想从一件事情做起，那就是把钱先合在一起。做丈夫的今天可能面对我们大家，你说不便公开自己的现在有多少存款多少收入，但是你可以告知自己的妻子，因为她有法定的知情权，因为你们是合法夫妻，明白了没有？明白。老张，您今年50几？50了，你信不信？接着喝酒，有一天突然之间半身不遂，这都可想象的。到了那一天，左胳膊或者右胳膊，反正俩胳膊俩腿儿，总得有一个就是不太利索了，躺在那儿开始一抽蹦一抽蹦的时候，那时候除了光后悔我为什么要酗酒，那时候你还得想，口水流了没人擦，你女儿为什么要替你们夫妻俩报名来爱情保卫战？宋女士，你猜你女儿有没有这意思？有些话我不能说，但我都上大学了，我是新时代的新女性，我都明白。我希望我的妈妈做出一个属于她自己的清醒的决定，但是有些事儿我不能说。我替我父亲母亲报个名，我妈太苦了。哎，宋女士，你觉得咱们闺女有没有这想法？有。行，您这一句话就行。张大哥，咱到这个人生阶段，得替自己想想后路了吧？对。你到底有多少钱啊？甭跟我说，反正是你得跟他说。哪天一杯酒下去，脑袋里嘣的一声，我告诉你，你不一定想得起来每笔钱在哪儿。以前他还管你别喝酒了，现在他还在乎吗？院门留着，您自己住一屋，你爱在房间里抽烟，熏得满屋子烟味儿，随便你。你以为他还像以前那么在乎你吗？人心会冷。所以张大哥，接下来何去何从？您心里考虑。
啊，我讲完了。其实，在一段关系里面出现问题，双方都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丈夫的问题都摆在明面上，妻子为什么会到现在这种状态？20多年了都是如此。你核心的犯了一个错误，没有要求，一味的迎合。我给你面子，下次你自己自觉点能改。啊，我不让你出去喝酒、抽烟，你不听，那我只能咱俩就分屋睡。当他对你的母亲不敬的时候，你做了什么？你一味的退让，久而久之，这种状态就形成了。你们俩就没有交集了，没有沟通了。现在你对他的爱基本就是放弃了。行了，你就在哪屋自生自灭吧，不就是这样吗？对吗？所以这个家是名存实亡。老公啊，你自己太知道，除了他以外，没有人看得上你。事业成功吗？绝对不成功。你的性格好吗？绝对没有人认可。别以为整天出去喝酒有人陪，但那些都是酒肉朋友，没有什么交心的。真正交心的、为你好的人，能看你出了这么大的病还让你喝呢，还给你抽呢？谁关心你？就是身边的人。可是你不在意他呀，你只注重你在外面的面子，随意带着朋友就来让自己的老婆忙活。所以啊，你不是坏，你是傻。谁对你好，你应该靠谁，你不知道。你都50好几了，还真不明辨是非。你只能给自己再挖一条不归路。今天开始我说那一对夫妻里头的姐姐是没苦硬吃，但是您其实才是没苦硬吃。您的这个苦啊，是日子已经过成这个样子了，我靠自己宠爱自己一点，就像我给自己吃颗巧克力一样，吃完了我再一头扎进我的黄连水里活。你应该在你的丈夫不陪你去看父母和不买东西的时候，就直接告诉他这是不对的，而不是给他再来一个至少也说过不对了，他也不听啊。我说过他如好规果说的吵过了不好多次对了，你纠正了，你这个纠正态度更明确一些，就是要么你跟我一起回东西你买好，要么这个事儿我们就直接摊开了说，日子可以不过的。你没有。你选择的叫做我后退，我后退到丈夫我不要求你做这个了，至少你别阻止我，至少你阻止我的时候别唠叨。对，你自己把自己的人生撅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口，都来自于你的往后撤一步，往后又撤一步。眼下的你想破局其实就是离婚啊，因为你已经很清楚丈夫对你毫无用处。前一阵儿他有用，叫做共同带娃。我们不管从小学到初中还是到高中，一起要把这个娃供到大学。一个工作时间相对自由的男人，可能可以替我接个送，可能可以寒假暑假的时候能够管孩子一点，我出差的时候他能顶上。所以丈夫过去还有用，随着孩子上了大学，你认为丈夫越发没用了。丈夫的越发无用还体现在身体也不如以前。现在你宁可不知道他有多少钱，因为省得将来在他的医药费上担责任。你自己心里头早已经有了凉薄的打算，就是我想撇清关系。我那么多诅咒其实是真的，我说你不如喝死算了，我心里是真这么想的，否则我不会在明明知道他可能半夜又会住院又会发生意外的情况下，我让他自己睡。老来伴儿的意义是什么？不就是我在你身边，我呼吸万一猝停了，我夜里起夜上厕所摔倒了，我老伴儿能及时给我打个120吗？你女儿，你认为她真的是只想救妈妈吗？她还想救她爸一条命呢。今天你们俩来到这里来，谁都别说是一个人施虐给另一个人的，你们两个用了不同的方法相互折磨。今天必须得思考一下，你是希望你的丈夫早一点走，还是希望你早一点从婚姻里走，还是希望你们两个人借女儿把你们送到这个舞台上，手拉手重新协议出属于自己的方法，一起走。请回到门后。我要是老张，到门后头就把有多少钱全跟老婆说。对，
那么我们现在预测一下吧，咱第一对儿会不会？肯定了。我刚才发现2个人坐在这里的时候，眼神的交流已经完全改变了。看对方的这一种感觉也改变了，肯定会出来了。那是，尤其是第2组一对比，更觉得自己的日子其实比蜜甜，是吧？咱其实就没有啥悬念了，请开门。有请。您看，退休了就一定要手拉手、手牵手。那抱抱吧，属于2位的浪漫时光。其实啊，很多好的风景未必需要花费很多钱。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通过金云 APP、天津 F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观看本期节目。其实今天帮助咱哥哥姐姐的最多的，应该不是我们，应该就是刚刚那对夫妻。应该是老张，应该是老张。好，那我们打开第2扇门。啊，没了。有，没拉手是吧？没拉手，拉了。我说完没拉才拉上的，后脚吧抓在手里，要把密码也攥在手里。他做了什么使您愿意出来的呀？承认错误了。啊，是不是他不承认错误，您就不准备出来？对，他承认了啥？这就是要求。承认了以后要好好表现。哦，哎，那个多少钱告诉你了吗？大致说了一声。哎呦，这个很重要，这个今天这个效果很好，他是好多错误他自己都意识到了。要谢谢你女儿，谢谢主持人，谢谢这么多主持人。谢谢您，属于你们2位的浪漫时刻。谢谢，抱抱吧。那就把拉着的手紧紧握着，咱接下来的日子里头也不要再松开了。祝2位幸福。谢谢。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让我们下期《爱情保卫战》再见。